我的妈！今天这部剧开局就是地狱难度，女主沈南桥病得快要嗝屁了，丫鬟还在旁边给她打气，说督主去找神医了，马上就回来。然而，女主已经阴柔到放弃治疗，只想重开下一局了。就在这时，俩经验宝宝主动送上门来，我直接好家伙，这不就是渣男世子陆泽玉和他那未婚先孕的白月光沈静怡吗？沈静怡一开口就给我整不会了，上来就嘲讽女主是小三。大姐，你是不是对小三有啥子误解？女主可是明媒正娶的嫡妻啊！结果这姐妹儿直接抛出一个逆天理论，在感情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。我特么也惊呆了，这不就是咱们现在的小三文学吗？还给自己上了一套价值体系，堪称 PUA 界的活化石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不，为了让女主死个明白，这俩人是生怕 KPI 完不成，开始疯狂自爆。原来女主中的毒是他们俩联手下的，就掺在渣男送来的爱心宵夜里。这不比打 Apex 疯狂补刀还过瘾？渣男也跟着补刀，说当年救女主的根本不是他，娶她也只是因为女主认错人非要嫁，现在为了给白月光腾位置，只能请他去死。他真的，我哭死。但是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。白月光沈静怡突然对着女主开大，说她来自一个先进开明的地方，像女主这种没见识的古代大小姐根本不是她的对手。我当时就绷不住了，啥子玩意儿？我以为是宅斗剧，结果你跟我玩穿越，还是个低配版 YY 往文里穿来的。他哪来的自信啊？21世纪的9年义务教育就教你给人当小三还未婚先孕吗？离谱！更哈人的是，这俩货不仅要弄死女主，还把真正爱女主的督主宁素也给设计了，骗她出城找神医，结果是条绝路。就在女主含恨而终，屏幕前的我快要裂开的时候，导演强行让她开了2周目，女主重生回到了大婚当天。好家伙，复仇剧本这不就来了吗？婚礼现场，上一世的剧情精准复刻，渣男当众叫停婚礼，拉着她怀孕的白月光，要求搞个3人行，让庶女沈静怡和嫡女女主一起当平妻。周围的宾客还跟着起哄，说这是3喜临门。我的妈，这下头男浓度简直让我缺氧。然而上一世的经验宝宝这一世直接觉醒开大，女主当场掀了桌子，指着这对狗男女的鼻子就是一顿输出，把他们那点无美苟合未婚先孕的破事抖了个底朝天。穿越女沈静怡当场破防，想动手，结果被女主用一手精妙的软鞭功夫直接捆成了个粽子。男主宁素在旁边人都看傻了，心想这招式啷个有点眼熟。我直接好家伙，上一世的技能包居然继承了。渣男一看白月光吃瘪，急了，但又舍不得女主娘家的势力在那左右为难。他妈，也就是未来的婆婆，一看情况不对，赶紧开启了画大饼模式，拿出传家宝玉镯，哄骗女主只要大度，正妻地位稳稳的。这套路放现在就是老板跟你谈理想不谈工资，懂的都懂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女主会为了名声忍气吞声的时候，她直接甩出了王炸。她说，这宁家的媳妇我是当定了，但不是嫁给你陆泽玉。她玉手一指，指向了全场辈分最高、权力最大，也是最不可能的那个男人陆泽玉的叔祖，东厂提督9000岁宁素。全场瞬间石化，渣男气的脸都绿了，破口大骂女主不知廉耻。而我们的9000岁，那个前世为他殉情的男人缓缓走向前来。他虽然是太监，但气场2.8米，一个眼神就让全场闭嘴。他问女主想好了没，嫁给他，可就什么诰命夫人的虚名都没了。女主眼神坚定，说老娘不在乎。男主这波操作堪称绝子，他一把将女主揽入怀中，不仅当场宣布这婚事我接了，还要釜底抽薪，让侯府把原本给女主的所有嫁妆和宫里赏赐一分不少的送到他府上。这下渣男和穿越女只能抱着爱情喝西北风了。我哭死，这才是真正的神级助攻。而我们那位来自21世纪的高材生女二，此时大脑已经 CPU 过载，开始怀疑人生。她怎么突然转性了？难不成她也穿越了？不可能！我的妈，这股子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太吓人了。到了都主府，女主半点不把自己当外人，指挥丫鬟的样子比去洗浴中心采耳还熟练，连宁素爱吃啥、爱喝啥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男主这防备心直接拉满，把他堵在房里开始盘问：你是谁？
你怎么会我的独门武功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口味？女主疯狂打马虎眼，说是在宫宴上对你芳心暗许。男主，你觉得我信吗？眼看就要盘问不下去了，男主决定给女主最后一次机会，问她要不要反悔。结果女主一个致命空大，直接贴脸输出。他问宁素：“你是不是怕我嫌你不行？”我滴妈！强烈建议纳入虎狼之词教材。小伙伴们把会玩打在弹幕上。